Hello， 大家好，我是回顧古又文。Jonathan Anderson 可說是近年來討論度最高的設計師之一。除了把 Loewe 的營收10年間翻了5倍，2025年他甚至接下了迪奧男裝、女裝與高定全線的創意總監。但你知道，這個設計師最早是想當演員，他甚至透露過自己365天都在工作，包括聖誕節。這支影片將以5個關鍵時刻分析這位曾經飽受壓力的玫瑰少年如何從北愛爾蘭小鎮走到巴黎時裝界的核心。如果你喜歡這種時尚的深度分析，歡迎現在就按讚訂閱這個頻道哦。第一個關鍵時刻當然就是他出生的時候。1984年9月17日 ，Jonathan Anderson 誕生於北愛爾蘭一個叫馬拉費爾特、人口不到1萬人的小鎮中。80年代的北愛爾蘭正處於宗教與政治的衝突，那是一個街頭有汽車炸彈、城鎮被炸毀的不安年代。他的家庭背景有點戲劇性，他的父親是橄欖球名將 Willie Anderson， 同時也是個挑戰體制的人，曾經在阿根廷比賽期間從政府大樓偷走了國旗，結果在當地的監獄被關了3個月。而他的母親則是中學的英語老師，教導學生如何理解英國經典文學的奧妙與深度。這種母親教導文化底蘊，父親在球場上衝撞的衝突性家庭背景，養成了 Anderson 對藝文的愛好與堅毅的工作性格。但在那個極度強調陽剛特質且對性向壓抑的小鎮裡，他的父親是球場上的英雄，但他卻對體育毫無興趣，喜歡的是瓷器與園藝。而纖細敏感又對同性有莫名好感的他，總覺得自己與周遭的陽剛氣質格格不入。這種無法融入群體的孤立感，讓他躲進藝文的世界裡，尋找避風港。更關鍵的是，他幼年被診斷出嚴重的閱讀障礙。當一個人沒有辦法靠文字順暢地理解世界的時候，通常會更依賴形狀、材質、比例、顏色這些視覺的方式理解這個世界。而這位9月17日出生的處女座設計師，從小有收集餅乾盒裡附贈的微型陶瓷動物公仔的小癖好，據說收藏的數量高達數百隻。長大後，他特別迷戀英國中世紀的古陶瓷，常在拍賣會上競標幾百年前的古董盤子。這種收集的癖好，也許可以理解成，比起文字，他對於形狀、質地、年代感與文化符號所帶來的潛在意義，比別人更加敏感。所以，當他日後在自己的品牌 JW Anderson 中推出以英國常見的鴿子為靈感的手拿包，以及與英國雨鞋老牌 Willie Pett 合作，把童年記憶裡的青蛙雨鞋轉化為大人穿的穆勒拖鞋，那個將日常經典符號突破規則地腦洞大開、跨界成時尚單品的能力，也許就是他從小訓練出來的生存技能。與其讓文字堆疊設計理念，不如顛覆符號原本的意義，讓作品自己說話。18歲那年 ，Anderson 做了一個讓周遭人意外的決定，他遠渡重洋前往美國華盛頓特區，不是去學設計，而是去學表演。他想要成為一名演員。這段看似繞路的歷程，其實是他最重要的身份覺醒。在華盛頓 DC 那個遠離北愛爾蘭、遠離政治與宗教包袱的地方，他第一次感受到一種沒有禁忌的自由空氣。在那裡，他正視了自己的性傾向，他發現了自己真正熱愛的事物。在那段日子裡，他瘋狂地迷戀50年代的好萊塢影星詹姆斯·迪恩。他讀遍了每一本關於迪恩的傳記，甚至模仿他的穿搭，模仿他抽菸的姿態。他着迷的不只是明星的光環，而是詹姆斯·迪恩身上的那種跨越性別邊界及陽剛與柔美於一體、充滿魅力的氣質。對一個19歲向家人出櫃的同志青少年來說，劇場幾乎就是一種性別與身份的視覺化訓練。如果要讓觀眾在1秒內相信台上的是國王還是乞丐，往往靠的不是台詞，而是服裝的輪廓、顏色以及那些讓人秒懂的視覺符號。當他後來決定轉向服裝設計時，除了傳統的裁縫技術，他還加上了這段華盛頓 DC 時期累積的戲劇性與角色思維，甚至是他在詹姆斯·迪恩身上看到並且深深着迷的那份雌雄同體的氣質。
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從2008年首季作品開始，他的作品就充滿了強烈的性別越界色彩，並且他本人也毫不避諱談論自己的性向，甚至與同志交友軟體 Grindr 合作直播他的男裝大秀。他在男裝中大膽加入了荷葉邊蕾絲，去挑戰僵化的男性氣質。這種將男女裝符號重組，甚至是積極友善同志族群的行為，在當時的時尚圈引發過巨大的爭議。在2013年，當他推出帶有荷葉邊的男裝短褲時，英國《每日郵報》甚至刊出了標題質問：倫敦男裝週上最愚蠢的服裝獎該頒給誰呢？並且點名 J.W. Anderson 的設計徹底羞辱了男模特兒，認為荷葉邊短褲是時尚災難。但時間證明了 Anderson 是看見未來趨勢的先鋒。10幾年後，隨着性別流動的觀念普及，當初那些震驚與負評全部轉化為對他前瞻視野的讚譽。而這種對性別越界的挑戰、對符號的重組、對身份的探索，也成為了他日後所有設計的核心語彙。從華盛頓的劇場到倫敦的秀場，他始終在做同一件事，用服裝為那些不願被定義的人創造新的可能性。很多人想象中，服裝設計師起點可能是從小喜歡做衣服，但 Jonathan Anderson 的服裝起點卻是從百貨公司的收銀櫃台開始的。Anderson 在華盛頓 DC 雖然找到了身份認同，但是演員之路走得不太順。花光積蓄後，20出頭的 Anderson 回到了北愛爾蘭，在都柏林的高檔百貨 Brown Thomas 擔任銷售與陳列。這些銷售與陳列經驗讓他看服裝的觀點不只是單純的美學，而是混雜更多人性與考慮的綜合結果。而他也在那裡偶遇了 Miuccia Prada 的核心助手 Manuela Pavese， 這位極具風格的人也燃起了他的時裝夢，啟發他前往倫敦學服裝。雖然包括中央聖馬丁在內的所有學校都拒絕了他的入學申請，但是倫敦時裝學院卻對他敞開大門，讓他能攻讀男裝設計與技術的學士課程。2005年畢業後，他回到 Pavese 身邊擔任 Prada 的視覺陳列師。Anderson 不只學到了奢侈品牌內部運作的邏輯，更看到了如何將傳統與大膽創新融合，如何在商業時尚中發揮創意。2007年 ，Anderson 開始創建自己的品牌，並且在品牌名中安插父親 Willie 的身影，取名為 J.W. Anderson。他先是跟銀行借了比1.5萬英鎊的貸款，用撿來的家具在當時混雜而生猛的東倫敦 Dalston 租了個沒有窗戶的狹小工作室，研發他的第一個系列。2008年9月，他帶着第一季男裝系列登上倫敦時裝週。那些以俄羅斯超現實主義為靈感、模糊性別界限的設計，讓媒體評價兩極，但也成功的讓他一戰成名。隨後的幾年，他展現出驚人的進化速度。2010年，他推出了首個女裝系列。他連續獲得了英國時尚協會的贊助，並且在2012年拿下了 BFC 的新人設計師大獎。他那種既有視覺張力又有商業潛力的設計才華，很快就傳到了法國 LVMH 集團的總裁耳裡。2013年9月 ，LVMH 集團宣布收購 J.W. Anderson 的部分股權，並且任命這位當時才29歲的年輕人接掌擁有160多年歷史的西班牙老牌 Loewe。他短短5年時間，從 Dalston 沒有窗戶的小工作室，到掌舵歐洲頂級皮具品牌，完成了一場時裝界罕見的快速崛起。2013年，當 Anderson 接手 Loewe 時，其實很多人並不看好。Loewe 這個擁有160多年歷史的西班牙皮具品牌，雖然有着深厚的工藝傳統，但在市場上的存在感幾乎已經消失，營收大約是2億歐元。當時29歲的 Anderson 既沒有大品牌的操盤經驗，他的個人品牌也才剛起步5年。但 LVMH 賭的是他同時平衡商業與藝術的設計才華。除了在秀上又具有藝術感的服裝創造聲量之外，他回到 Loewe 的最根本，也就是工藝品質。他開始挖掘與收集那些幾乎失傳的西班牙傳統皮革工藝，把這些工藝轉譯為當代的語言。
這聽起來就像是那個會收集古董瓷器與小動物公仔的人會為品牌打的根基，對吧？2016年，他推出了像是紙袋被揉皺的 Puzzle Bag， 這個有着特別幾何拼接又非常實用的手袋，既不會太誇張，又能展現出個人品味。重點是製作的工藝與皮質相當精良，成了他在 Loewe 的第一個爆款包。接着，他推出了像是 Get、Handmake、Bloom 這些熱銷包款，持續為品牌創造營收。而在產品之外，他也開始重塑 Loewe 的品牌形象。他創辦了 Loewe 公益獎，支持全球的公益創作者，讓 Loewe 不只是一個賣包包的品牌，而是一個公益的守護者。他正式和吉卜力工作室合作，推出聯名系列，因為他認為吉卜力的動畫跟 Loewe 一樣，核心都是手工制作，所以他用手工皮革鑲嵌，把動畫裡的角色用細緻的工藝呈現。這種因為公益精神的深度合作，也讓 Loewe 成功破圈，成為年輕世代眼中的酷品牌。這些動作其實都在將 Loewe 從個老派的皮具品牌，變成一個藝術工藝與當代設計完美交織的文化符號。成果就是從2013到2023年 ，Loewe 的營收從大約2億歐元飆升到接近10億歐元，翻了將近5倍。他用了10年，證明了自己不只能做出話題爆款，更能把老牌皮具屋轉型成具備文化分量又新潮有趣的現代精品巨頭。所以，當我們回頭看他在2025年6月發表的那個迪奧男裝系列時，開場那套8 jacket 搭配禮服般層次短褲的造型，你會發現他已經成功地將這種曾經被視為時尚災難的中性美學融入到最頂級的法國時尚殿堂之上。但我覺得他真正的成功並不只是在於美學上的顛覆，更核心的原因是他勇於面對並接納真正的自己，擁抱掙扎與身份的壓力，並且轉化為他在創作上最獨特的觀點。正因為這種來自設計師靈魂的真誠創作內核，加上他在戲劇、銷售、櫥窗陳列以及在 LCF 的學習，讓他有對時裝產業更全面的理解，在話題與商業之間找到微妙的平衡。他的收藏習慣也讓他比同輩設計師更重視文化與歷史的厚度，所以他在 Loewe 除了追求爆款包的銷售成績，更在2016年創立了 Loewe 公益獎。當整個市場被潮流與街頭品牌瘋狂橫掃的時期， Anderson 卻反其道而行，他選擇用公益精神替 Loewe 扎扎實實地打好文化的地基。這從現在往回看是非常具前瞻性的戰略布局，也因為工藝與文化的根基夠穩，當疫情過後，人們開始對潮牌感到審美疲勞，全球進入安靜奢華的時代，轉而追求材質工藝與文化深度的時候， Loewe 才能順着這股浪潮一躍而起，正式挑戰10億歐元俱樂部。這也讓 Jonathan Anderson 的故事不只是商業勵志，而是關於先認同並肯定你自己，並用這份真誠為底氣，重塑了整個產業規則的玫瑰少年逆襲記。從北愛爾蘭小鎮的孤獨少年到巴黎時裝界的設計核心，這個 Anderson 創造的時裝故事其實還沒有演完。但不論你是否喜歡他的設計，都不能否認一件事。他不再只是個挑戰規則的新銳設計師，而是注定寫入時裝史、改寫當代男裝語彙的時代性關鍵人物。你認為呢？歡迎留言跟我討論你的看法哦。如果你喜歡這集的內容，歡迎現在就按讚熱推，還有很重要的訂閱我們的頻道。想支持我繼續製作高品質的時尚分析，也可以透過 Buy Me a Coffee 用訂閱贊助我喝杯咖啡。連結就在下方的說明欄，結尾還有我們其他影片的連結。我是有文酷古又文，我們下個影片見 ，See you next time，拜拜。